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这个影片要来介绍 Google Gemini AI 2024年11月 Google 专门设计给 iPhone 使用者来使用的 AI 工具。它的好处包括了支援中文版，同时如果你有旧的手机，只要能够升级到 iOS 16以上，通通都可以使用，瞬间变成 AI 手机。如果你有常常使用 Google 的服务的话，像是 Gmail、Google Maps、Google 云端，它都把这些相关的服务整合起来，在 AI 里头可以使用。这个影片会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会来介绍 Gemini AI 的使用方法、基本操作，第二部分会来说明进阶的使用。同时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也会使用 ChatGPT 来做对比，看看哪一个 AI 工具所生成的资讯较为完整。首先，如果你还没下载 Gemini AI 这一款 App 的话呢，请到 App Store。如果你找不到这一款 App 的话，你可以到本频道的网站上面，叫 cwcchannel.com， 我有分享这个 App 的连结，点选下去，你就会来到了这个页面。档案大小 85.2 MB， 它拥有非常强大的 Google AI 技术来轻松学习，它可以生成图像，连接 Google 的很多的应用程式，像是 Google Map 快速的写文章、相片辨识，还有专属助理。在语言方面，它支援了34种语言，其中包括了简体以及繁体中文。跟 ChatGPT 一样，如果你要使用比较进阶的功能，你是必须要升级，这里是美金 19.99。好，确定没有问题的话，就点选下载，下载完成，点选开启。这里它会去自动的连接你的 Google 的账号。如果你有多个 Google 账号的话，点选下拉式的按钮，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使用哪一个账号。这里我就以 CWC 的身份来继续，点选使用 Gemini 就可以开启了。整个界面非常的简洁，分成3大部分。左上方是历史的对话记录，右上方为个人账号资讯，下面是询问 Gemini。如果你要大一点的视窗，点选右上方这个按钮，你可以输入文字，使用麦克风或者是照相。那在界面的设计上的差异跟 ChatGPT 比起来是蛮相似的。ChatGPT 也是下面有询问的功能，左上方是历史的对话记录，下方有账号资讯。那现在我来询问第一个问题，请帮我规划台北101的3天2夜行程。好，这里我就按下输入，它就帮我规划了台北101的行程。除了文字以外，甚至还有照片，这个照片应该是来自于某个网站，我点选下去，它就会来到这个网站，所以它连接到了这个部落格资讯。在这边也有其他的照片，晚上第2天，同样的它也是提供了网站，这是故宫博物院的网站连接，然后到淡水提供的资讯非常的丰富，同时还提供了注意事项。那他也提到说可以参考其他的网站。好，同样的问题我来问 ChatGPT， 一样的也是非常系统的列出了这3天的行程资讯。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 ChatGPT 并没有提供照片，也没有相关的连结，所以比较起来 Gemini AI 所提供的资讯比较完整。接下来来问第2个问题，请提供复利公式。请提供复利公式的资讯。那目前来说，2个都提供的蛮完整的，而且都有范例。但是 Gemini 你可以看到它所提供的资讯相对的比较多，同时又有注意事项，还有提供的其他的资讯连结。那 ChatGPT 这边就只有提供公式以及范例就没有了。Gemini 所提供的资讯是比较完整。如果点选这个连结，它会到某一个网站，让你来知道说你所问的问题的其他的相关资讯，所以比较起来，确实 Gemini 是比较详尽的。另外，在界面方面 ，Gemini 的文字比较大一点，那 ChatGPT 输入的文字相对较小。好，接下来来比较图片生成，帮我建立一张图片，是有一个人走在台北街头喝珍奶。好的，右边这边 ChatGPT 已经完成。这个是它所生成的图片，这些文字看起来很诡异，
不过还是根据我的描述来完成。左边 Gemini 出现的问题，它必须要升等成 Gemini Advanced 付费的版本，才能够使用这种真人的图像产生功能。不过 Gemini 还是可以生成一些图示，建立一个图片，是一只猫戴着草帽喝真奶。好，完成。左边是 Gemini， 这只猫看起来很胖，应该是喝太多真奶了。右边这一个是可爱风格的手绘版本，所以这两个 AI 工具都可以生成图示。好，除了你可以直接询问之外，在下方这边也有麦克风的按钮，其实它就是语音输入，所以如果点选允许麦克风，开启麦克风，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语音输入的方式。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照相机的按钮，是相片辨识，只要你照相，它就可以辨识出它是什么东西。Chat GPT 也有这个功能，点选加的按钮，这里也可以照相或者是选取已经有的相片。首先是 Gemini， 我要来辨识这一个 AirPod 是第几代的 AirPod Pro， 所以我现在来拍照，照完之后点选附加，我就可以描述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它就描述这一个东西很像一个无线耳机的充电盒，它列出可能的产品有哪些，像是 AirPod， 它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角度才可以精确的分辨。好，接下来我来试看看 Chat GPT， 点选相机的按钮，允许我就照类似的角度，点选，接下来按下下一步，这是什么东西？哦，它这里也说类似 AirPod 一个东西，所以他们都没办法非常100%的确认。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左边的 Gemini 它所提供的资讯较为完整，包括了材质、孔洞、颜色。那右边的 Chat GPT 只简单的描述说类似 AirPod， 所以目前比较起来 Gemini 所产生的内容较为完整。不过 Chat GPT 有一个功能是 Gemini 目前没有的，那就是语音对话。在 Chat GPT 右下方这边有一个按钮，点选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你可以告诉我 iPhone 现在最新是第几代吗？目前最新的 iPhone 是 iPhone 16系列，包含4个型号。好，所以它具有语音对话的功能。目前我在录制这个影片的时候是每天有限制的，可能只能问个几句话之后，它就叫你必须要升级。接下来说明分享与编辑。当你搜寻完资讯之后，你会想要分享给你的朋友，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分享的按钮，点选下去 ，AirDrop 讯息、邮件、备忘录、提醒事项等等都可以自行的加入。那如果是 Chat GPT， 你就必须要按住不放，它并没有分享的按钮，它只有复制，所以你可以复制下来到 email 那边来做复制贴上。接下来说明对话的记录，在左上方这边点选下去，再点选一次，你会来到了对话记录。那 Chat GPT 也是如此，左上方点选，或者是在荧幕上面往右一滑也是可以。这个对话记录你可以按住不放，盯选。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很麻烦，有时候太多对话，重要的对话都跑到最下面去了。Gemini 有盯选这个功能，点选它就会被盯在最上面。如果以后有很多的历史记录，你依旧可以选择到觉得重要的对话记录来点选下去，直接跳到那个对话即可。另外，除了盯选按住不放，可以点选之后重新命名，或者是你可以按住不放，点选删除，也可以把对话清除。 Chat GPT 也是如此，按住不放，这里可以重新命名、储存下来，或者是删除掉。那么这里还有包括了分享，点选分享，它也可以去分享这个连结。那最后来说明账号设定，在 Gemini 这边右上方有一个图示，点选就是你的账号资讯。如果是 Chat GPT， 来到了对话记录最下面这边就是你的账号资讯，一样可以点选。那我这里就以 Gemini 来做说明。在 Gemini 里头，如果你有多个 Google 的账号的话，你可以点选这个下拉式选单来跳转到不同的账号来使用 Gemini AI。 另外，如果你想要升级，你可以选择 Gemini Advanced 的选项，
点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进阶的方案，每个月为 19.99 美元。那这个 ChatGPT 事实上也有，在 ChatGPT 里头，在设定，你可以选择升级到 ChatGPT Plus。那这个费用一样也是美金 19.99 美元。下面一个是 Gemini 的活动记录，只要你有做过任何的询问，它通通都会存在这个记录里头。下面一个是扩充功能，待会影片的第二部分就会来针对扩充功能来说明进阶的使用。下一个是 Gem 管理工具，点选下去之后，你可以来管理 Gemini 的一些客制化的功能，像是点子发想、导师、伙伴、辅导以及编辑。你可以点选某一个特定的，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老师，你就可以问问题，他以老师的身份来指导你如何来解决你所问的问题。不过这些功能都是必须要升级成 Gemini Advanced。如果你是程式设计师，点选程式伙伴，一样的，它就会变成一个程式的高手来帮助你。是更新这里提供的所有的 Gemini AI iPhone 版本的更新资讯。隐私权提供的 Gemini AI 的隐私权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是设定，你可以来控管对话回复的内容方式。那最后就是回报问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回报，以及一些详细的说明使用方法。好，这个就是所有基本的操作内容3大部分。第二部分说明进阶使用，也就是在账号里头的扩充功能。请点选账号，点选扩充功能，请确定这里的所有扩充功能你都有开启。它就是将 AI 整合 Google 的各种的服务，包括了像是地图、饭店、航班、Workspace、Gmail、Google 文件、Google 云端硬碟以及 YouTube。这种扩充的功能也让了 ChatGPT 相形失色了一些，并没有像 Google 有那么多的服务，所以没办法做整合。好，首先如果要使用扩充功能，你可以直接说 Google 的某一个服务，或者是在键盘这边打上 at。当你打上 at 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就会出现已启用的扩充功能，所以这些你都可以通通的来做连结。譬如说 at Gmail， 它就变成你要去搜寻 Gmail 里头的内容，或者是其实你用直接说的也没有问题，搜寻我邮件里头的最新内容，按下搜寻。那这里的电子邮件必须跟你的账号是同一个，这样子才会做连结。好，这里他查到了我目前的 Gmail 的这些主题。那如果你想要查看这些主题的话，你也可以拿到最下面，直接点选，它就会跳到 Gmail 来跟你说你的 Gmail 是这个内容。我现在有3个邮件，它直接的连接到我的 Gmail 来做搜寻，分析你 Gmail 里头的资讯。如果相同的问题我来问 ChatGPT， 并没有办法达到相同的结果，因为 ChatGPT 并没有整合到我的 Gmail 账号。另外一个 Google 服务是地图，同样的你可以点选小老鼠来选择地图，或者是直接用说的。那这一次我就直接用说的，请帮我找 Google 地图在台北101附近有哪些好吃的餐厅。ChatGPT 以及 Gemini 问同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好，结果出来， ChatGPT 它搜寻的是网站的资讯，并非是 Google Maps。那如果是使用 Gemini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会跑到了 Google 地图，显示附近的餐厅在 Google 地图上面。如果我点选其中一个，它就会跳到相关的官方网站。如果我选择 Google 地图，那它就会跳出 Google 地图的资讯，我就可以直接在 Google 地图上面来看路线图。那右边这边 ChatGPT 所提供的就是文字的资讯而已。如果我想要知道确切的地点的话，我还是必须要复制下来，然后到 Google 地图上面贴上，多了几个步骤，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使用 Google 文件的服务的话，你所有的文件内容都可以透过 Gemini AI 来搜寻。譬如说在这边我有个文件是刚才我复制贴上的搜寻结果。好，我现在来问 Gemini
请问我的 Google 文件上面最新的档案是什么内容？好，同样的问题，我问这两个 AI 工具 ，Gemini 就会跑到了 Google Workspace， 那 ChatGPT 直接就说无法访问，你必须要到 Google Drive 自行去开启来看。它就到我的这个文件里头，这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这一个文件。那它还分析了文件里头的资讯，文中提到了以下判断依据等等的资讯，我还可以直接点选，它就直接的连接到我的 Google 文件，非常的方便。下一个来试看看 Google 航班，帮我列出12月第一周从台北到旧金山的班机。这时候他会去 Google 航班的服务，直接搜寻的相关的航班资讯，列出所有可以从台北到旧金山的飞航资讯。右边不知道为什么他回答英文，只是说这些航班的资讯都是文字的资讯而已。左边这边不只有文字的资讯，还包括了机票的内容、价位、所需的时间等等，非常的详尽。如果我点选，就会跳到这一个刚才他所找到的资讯内容，帮我找台北101附近的饭店。好，一样同样的问题 ，ChatGPT 以及 Gemini， 我们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差异。它跳到了 Google 饭店的服务资讯，跳出了许多饭店的内容，同时还有照片以及每晚的价格。如果你往左往右，还可以看房间的照片，相当的棒，就像是一个网页一样，你可以直接的浏览。点选下去，你还可以跳到该饭店的详细内容，你也可以直接的来预定饭店房间。在右边这边也是有列出饭店的资讯，只是都是文字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的连结。如果我想要找其中的一个饭店，我还必须要复制下来，然后贴到 Google Map 或者是浏览器上面。最后我们来比较看看搜寻影片的功能。请帮我找影片有关于 iOS 18控制中心的完整攻略。好，一样的问题，搜寻了两个了不同的 AI 工具。好，完成。左边你可以看到它到了 YouTube， 然后搜寻相关的影片，太棒了。他所找到的第一个影片是本频道的超完整攻略控制中心影片，当然还有其他的，这里还有其他的，也是本频道的。非常好，他都找到本频道的影片。那右边这边我们来看，不晓得为什么他又给我英文的回答。当然我这只手机现在设定的是英文，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为了要使用 Apple AI， 它这里有提到一些影片，不过这些影片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都来自于国外的。那它有提供连结，我来看看，点选下去，它也是跳到了YouTube 上面，也是可以没问题，只是说从整合的角度来看， Gemini 它完美的整理起来所有的影片内容，同时你可以直接的播放。最重要的是，它把本频道放在第一个，非常感恩。这个就是真正的 AI 个人助理 ，Google 相关的服务通通整合在一起，在这个 Gemini 来使用。影片的最后来说明，虽然 Gemini 的功能很强大，它并没有整合到 Siri。如果使用 Siri， 它所整合的是 ChatGPT， 并非是 Gemini。为了能够方便的使用 Gemini， 本频道有设计了一个捷径，我只要点选动作按钮，我就可以开启 Gemini 来直接询问它。那这个捷径我会分享在影片的资讯区，可以到本频道的网站 cwcchannel.com 来下载。下载之后，你可以加入到动作按钮，背面点2下，或者是到锁定画面，在小工具这里，或者是下方这边加入即可。这样子你就直接的在锁定画面点选就可以开启。好，这个就是所有这一集影片的内容，希望这一次的 Gemini 介绍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告知。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